当晚，仙喵喵亲自登门拜访，将100颗千叶雀尾花送给了楚风。看到足足100颗千叶雀尾花，楚风顿时心生感激之情。想当初罗盘仙人来此求花，只求得1颗，并且似乎这一辈子也只能带走那1颗。这也是为何罗盘仙人自己不再来，反而要楚风来的原因。因为就算他来，也是求不到了。由此可以看出，千叶雀尾花哪怕在精灵王国也是非常珍贵的宝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相送的。而现在仙喵喵竟直接送给自己100颗，足以显示他的大方。喵喵公主，我只要1颗便可以，这100颗有点太多了。楚风说道。他知道仙喵喵可能是因为当年之事对自己心怀感激，所以想报答自己，但楚风却也觉得这份礼有点太重。尤其是当100颗千叶雀尾花摆在自己的面前的时候，楚风从那宛如孔雀尾巴一般美丽的花中可以感受得到，这花的价值的确是价值不菲之物，就算拿出去拍卖也能换得极高的价钱，并且还是供不应求的那种。给你还不要，是不是傻？仙喵喵见楚风居然推脱，不由得瞥了楚风一眼，但很快又是嫣然一笑道：收了吧，收了吧，其实我也是有事相求，不知是什么事。楚风问道：随我去是血杀阵一趟。仙喵喵说道：是血杀阵？可是5之圣土3大禁地之一的是血杀阵。楚风问道：除了那个，难道还有其他的是血杀阵吗？仙喵喵问道：你确定要我陪同？楚风问道：当然确定，本公主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仙喵喵点头道：好。楚风爽快应道：你居然不问我为什么叫你陪我，还有让你陪我去的目的，那里可不是其他地方，是5之圣土最凶险的地方之一。仙喵喵被楚风的爽快给惊到了，而楚风则是淡淡一笑道：正因为那里危险，你找我去才代表你对我很信任，你既然信任于我，便是拿我当朋友，而我自然也便拿你当朋友，为朋友就理当两肋插刀，是吗？那好，我先插你2刀。仙喵喵说话间，用2个小拳头装作握刀的样子，狠狠插在了楚风的两肋处。你这丫头，只是打个比方，原来真的。楚风轻轻地弹了仙喵喵的小脑袋一下，因为这小丫头的2个小拳头猛然落在楚风的两肋上，还真是有点疼。怕了吧，本公主可是很厉害的。仙喵喵得意一笑，随后便开始对楚风讲述起前往是血杀阵的目的。仙喵喵她的体质有些特殊，从出生起就很是强大，远非寻常远古精灵可比，但是寻常的修炼资源对她来说却没有作用，只能依仗自己吸收天地能量来提升修为。得知此事，楚风颇感吃惊，因为只要想到仙喵喵如此恐怖的修为，竟几乎是靠着自己修炼来的，实在是令人吃惊。不过事实上也并非如此，其实有一种修炼资源是可以帮助仙喵喵提升修为的，那便是远古仙华。远古仙华传自远古时期的修炼至宝，只是远古仙华无色无味，甚至没有形态，寻常人几乎发现不了，但是仙喵喵却具备一种特殊的感应力，只要一个地方有远古仙华，它便可以感应到，而在一定的范围内，它更是能够准确地找到那远古仙华。远古仙华虽然传自远古，可是现在的5之圣土也是有着不少。这些年来，仙喵喵不停地奔波于各处古老之地，为的就是寻找远古仙华。事到如今，整个5之圣土几乎他能跑的地方都跑了，能找的地方也都找了，虽然收获不错，但现在却面临无远古仙华可寻的地步。现在他们已经确定是血杀阵的深处定有远古仙华，并且数量还不少，若是能够寻的，对仙喵喵来说将有极大的收获。可是血杀阵能够被誉为3大禁地之一，也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尤其是血杀阵的深处，那里有着强大的压力，那压力很是诡异，导致就算是精灵王国的国王也难以进去。但是在那是血杀阵的深处，却生活着一种特殊的昆虫，那昆虫无惧那诡异的压力，而正因为这种昆虫是唯一生活在是血杀阵内的生物，所以被命名为是血虫。为了进入是血杀阵深处寻得远古仙华，精灵国王也就是仙喵喵的父亲找来了10仙之一的无量仙人，想让他帮忙。无量仙人与练兵仙人齐名，是5之圣土最具影响力的几位界灵师之一。如果说练兵仙人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练兵的话，那么这无量仙人最大的特点便是掌握着一种奇妙的阵法，可以用奇珍异宝打造出最强的防御型铠甲。所以精灵国王便想让无量仙人运用那是血虫打造出一件能够抵挡诡异压力的铠甲，以便进入是血杀阵深处。如今在无量仙人的努力下，那是血铠甲已然打造完毕，并且还打造了2件。但因为是血虫的特性，无量仙人在打造之前就说过，就算可以成功，但进入者也必须是100岁以内的小辈，超过100岁者，哪怕是血铠甲也无法隐藏他的气息，只要本身的气息暴露，便会被那诡异的压力碾压致死。所以现在的情况必须是2位小辈穿戴嗜血铠甲进入其中。本来定好了仙喵喵与仙玉音去，可仙喵喵极为反感仙玉音，便想让楚风替代仙玉音。没问题。得知经过，楚风依旧爽快地点了点头。楚风，你真够意思。仙喵喵很是高兴，毕竟是血杀阵深处，那是5之圣土最顶尖强者都恐惧的地方，进入其中便是九死一生。寻常人哪怕听到这个名字都会脸色大变，可是楚风明知道其中凶险无数，可却毫不犹豫的便答应陪他前往，这当真让仙喵喵莫名的感到很是温暖。只是我有一个条件。楚风说道。什么条件？仙喵喵问道。我此次来求千叶雀尾花，乃是为了救人，所以我必须先将千叶雀尾花送过去，然后再陪你去是血杀阵。楚风说道。这个听得此话，仙喵喵柳眉紧皱，小嘴嘟起，露出了一副为难之色。见到这一幕，楚风的心中有些起伏，他看得出来仙喵喵似有难言之意。可就在这时，仙喵喵却忽然喜笑颜开，笑眯眯地对楚风道：没问题，你这丫头竟然耍我。此刻楚风给了仙喵喵一个大大的白眼，
很显然，这丫头之前的为难是装的，是故意在耍自己。但楚风不得不佩服这个丫头的演技，装得太像了，连楚风都看不出破绽。她还真是败给了这个调皮的小丫头。次日，楚风便被仙喵喵与灵月公主带到了远古精灵最尊贵的大殿之中——远古殿堂。远古殿堂，顾名思义，这是一座在远古时期便存在的殿堂。先不说这座殿堂的华丽程度以及壮观程度，单单是这座殿堂的底蕴，就不是其他大殿可比。它是精灵王国内为数不多自远古时期便完整保存下来的大殿，所以这座大殿之内处处散发着浓郁的远古气息，让人步入此处便会肃然起敬。不对其他，对这座大殿本身都会有一种敬畏之感。此刻，这座殿堂之内已是出现了不少人，而几乎每一位都是5只圣土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精灵国王、4大元老、8位护法。精灵王国内最强大的战力，也是5只圣土目前为止最令人恐惧的战力，如今齐聚于这远古殿堂之内。楚风进入其中，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位于首座之上的精灵国王。见到这位，就连楚风也是眼前一亮，感觉身上的汗毛在瞬间便根根竖起。强悍，尽管精灵国王是中年男子面貌，不仅容貌俊朗，更是面容和善，可是那股王者之气却是直入人心，让人只看一眼便知道他是多么强悍的存在。尤其他头戴王冠，身披金丝斗篷，身穿绿色轻甲，更是处处彰显了他的王者之气。当今的5只圣土没有帝王，但就算有帝王的年代，那所谓的帝王也未必就是5只圣土的第一强者，因为除了3府4族9世以及诸多妖兽之外，还有精灵王国这个至高无上的存在。据说5位帝王之中，真正打败过精灵国王的人唯有青帝清玄天。由此可以看出精灵王国的强悍，也许眼前这位就是当今5只圣土上的第一强者。不过这位第一强者却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傲气。见到楚风进入此处，其他远古精灵都是露出惊讶的目光，但是唯独这位身份最为珍贵的精灵国王却对楚风点头一笑，让楚风颇感温暖。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楚风此刻深有体会，难怪灵月公主与仙喵喵那样和蔼可亲，原来他们拥有一个很好的榜样。而除了精灵国王外，4位年迈的元老以及精灵王国内的8位护法看到楚风后，可就神色有些不善，尤其是其中一位左眼有刀疤的男子，看到楚风后目光更是毫不遮掩的散发出了厌恶。那个左眼有问题的就是仙玉音的父亲，而那个家伙就是仙玉音。此刻仙喵喵在暗中为楚风指点起来，顺着仙喵喵的指点，楚风在下面的座位上寻得了一个年轻的身影，那便是仙玉音。只是仙玉音看到楚风后，眼中的厌恶之感竟比他的父亲还浓郁，不仅有厌恶，还有嫉妒。这一刻，楚风在心中笑了。楚风能够理解他对自己的嫉妒，楚风不用想也知道，喵喵公主与灵月公主定是精灵王国2大圣女级别的存在，无数男子的梦中情人。如今2位公主与楚风一同现身，而仙喵喵又与楚风交头接耳，做着如此亲密的动作，那仙玉音若不嫉妒，那才奇怪了。此刻对于异样的目光，楚风并不在意，高高在上者大多看不起不如他们的人，人类皆是如此，更何况是传自远古具有高贵血统的远古精灵，更何况是这些又都是精灵王国内数1数2的大人物。此刻楚风感受到的是真正的强大，也许这就是5只圣土目前为止最强横的战力了。这种感觉还真不错。楚风并不惧怕这种压力，反而感到欣喜。面对强大，会让楚风感觉热血澎湃，促使他想要变得更强，更快的变强。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此刻这座远古殿堂内可不止楚风一个人类，除了楚风之外，还有2位，那是2位龙纹极界灵师，一位气息强横，楚风竟看不透他的修为，想必他便是那位可与练兵仙人齐名的无量仙人。此刻无量仙人见楚风看他也是微笑着点了点头，表现得很是和善。至于另一位，虽然表面上对楚风也是和善无比，但是暗中楚风感受到的却是阴森森的杀意。这位楚风认识，他便是5只圣土最臭名昭著的一个仙人——爱才仙人。楚风，这爱才仙人是无量仙人的师弟。此次无量仙人虽然负责打造嗜血铠甲，不过爱才仙人也有出力。4世知道楚风与爱才仙人不和，灵月公主暗中传音道：“无妨。”楚风回以一笑，虽然他与爱才仙人之仇可算是不共戴天，可在精灵王国的地盘，楚风也不会与爱才仙人当面算账。楚风，你真是大胆，这里是你能来的地方吗？给我滚出去！此刻仙玉音爆发了，开口就要驱赶楚风。而听得此话，门外的护卫也是蠢蠢欲动，大有捉拿楚风之意。楚风是我请来的客人，我看谁敢赶他！仙喵喵冷然开口，语气霸道十足。而在仙喵喵开口后，门外的护卫们赶忙归到原位，并且面露胆怯之色。相比于仙玉音，仙喵喵的分量可要重得多。喵喵，这里可是远古殿堂，人类怎么能够进到这里？仙玉音说道。但相比于对楚风，在与仙喵喵说话的时候，他的态度明显好了很多，甚至有点委曲求全的味道。你的意思是说，无量仙人与爱才不是人吗？然而仙喵喵却依旧很不客气，这怎么能一样？2位仙人打造铠甲有功，是被国王大人亲自邀请到此的，楚风怎么能和2位仙人比？仙玉音说道。好了，玉音，做哥哥的让着点妹妹。就在此刻，仙玉音的父亲却忽然开口了。见其父亲开口，仙玉音似是明白了什么，不但不再说话，反而在嘴角掀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喵喵啊，你说话也有不对的地方，当叔叔的应该管管你，毕竟玉音是你哥哥，你与他说话应当尊重一些。更何况你们很快就要单独相处了，这样让叔叔怎么放心啊？仙玉音的父亲
又对仙喵喵说道：“是啊，喵喵，纵观整个精灵王国，你与玉英做般配，你们两个可真的要好好相处才是，不要总是拌嘴。”见状，又有一位护法级的人物笑眯眯地说道：“这位虽然同为护法，可却是仙玉英父亲的心腹，自然要为仙玉英说话。”听得此话，有些人面带笑意，有些人的脸色很不自在，可却没有人说什么。不管他们喜不喜欢仙玉英，可是为了保证最纯正的远古精灵血脉，仙喵喵未来的相公肯定是要在远古精灵中选。而纵观整个精灵王国，能配得上仙喵喵的，也的确唯有仙玉英了。所以仙玉英是仙喵喵未来的夫婿，这已是许多人眼中必然的事情。这也是为何仙玉英乃是小辈，又非国王子嗣，但在精灵王国内却很有话语权的原因。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自然也都不敢招惹他。我今日就是要说这件事的，我不准备与仙玉英同去是雪沙镇。仙喵喵说道。此话一出，宛如惊雷，在每个人的心中炸响。喵喵，你刚刚说什么？一位护法很是惊讶地问道。而此刻，几乎在场的所有远古精灵都在用那惊讶的目光看着仙喵喵，尤其是仙玉英父子俩，此刻的表情那叫一个精彩。我说，我不准备与仙玉英一同去是雪沙镇。仙喵喵说道。难道你要自己去？那位护法再度问道。不，我想要楚风陪我去。仙喵喵说道。什么？听得此话，莫说远古精灵，就连无量仙人与爱才仙人也是一愣。至于仙玉英父子俩，更是如同石化了一般，尤其是仙玉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事情。仙喵喵，你开什么玩笑？楚风身为人类，怎么能陪你去是雪沙镇？仙玉英大声喝道。此刻他非常愤怒，因为他觉得他的尊严受到了践踏。要谁陪是我的事情，你管得着吗？仙喵喵白了仙玉英一眼，全然不将他放在眼里。喵喵，此事事关重大，你怎能找楚风这样一个人类？仙玉英的父亲也是开口。我说了，这是我自己的事，你们谁都管不着。面对仙玉英的父亲，仙喵喵依旧霸道。国王大人，您看。这无奈之下，仙玉英将目光投向了精灵国王，他这是想让精灵国王管管自己的女儿。喵喵，你为何要让楚风陪你去？精灵国王问道。父王，相比于仙玉英，我更信任楚风。仙喵喵说道。听得此话，仙玉英气得差点没一口鲜血喷出来。此刻他只感觉头晕眼花，简直都快要被气死了。羞辱，这是绝对的羞辱。若只是私底下这么说也就算了，如今当着这么多长辈的面，仙喵喵竟也毫不顾忌地说了出来，这让仙玉英如何面对众人？这是明摆着让仙玉英下不来台。喵喵，你未免太过分了一些。此刻仙玉英的父亲也是一脸怒容，自己的儿子被这样羞辱，他自然也很是愤怒。喵喵啊，仙玉英毕竟是你的哥哥，你怎么能如此说他？再者说了，此次前往是雪沙镇非同小可，你找个人类陪同，我们也是放心不下呀。此刻那4位元老之中，一位很瘦的也是开口了。元老大人，父王大人，并非我仙喵喵任性，只是寻找远古仙华，本来就是我仙喵喵自己的事，我真是想不通，为什么我自己的事还要由你们来决定？总之要么楚风陪我去，要么我就不去，你们看着办吧。仙喵喵的脸色也是彻底的阴沉了下来，这一刻就连4位元老的脸色也是开始变得难看起来，因为仙喵喵实在是太不将他们放在眼中了，这个样子的确很不成体统。可是仙喵喵是精灵王国未来的希望，哪怕他们平日里威严十足，霸气凛然，可在仙喵喵的面前却也根本施展不出来。父王大人，元老大人，护法大人，喵喵虽然话说的的确有些过分，但我觉得他的决定是对的。就在此刻，灵月公主忽然开口。灵月，此话怎讲？精灵国王问道。回父王，楚风虽是人类，可是各方面都很出众，他的战力不用说了，虽是9品半帝，可却能够斩杀西门地族族长，如此强大的战力，恐怕就算是玉英弟弟也未必做得到吧。灵月公主话到此处，看了仙玉英一眼。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西门族长也不过是3品5帝，我若要杀，必然可杀。仙玉英很是不服地说道。现在的你自然可以做到，可是我说的是9品半帝的时候，你9品半帝的时候似乎连1品5帝都打不过，又怎么能斗得过3品5帝？灵月公主说道。仙玉英被气得浑身发抖，却又不知该如何辩解，因为她9品半帝的时候的确打不过1品5帝，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她也是无从抵赖。灵月公主可谓是一针见血，直接说到了她的痛处之上。当然了，论到战力，我妹仙喵喵怕是比楚风还强大，而我之所以提战力，只是让大家知道楚风在战力上不会拖喵喵的后腿，但同时还有一点，楚风是龙纹级黄袍界灵师，并且还是5只圣徒小辈之中唯一的一位龙纹级黄袍界灵师，所以我觉得若是让楚风陪同喵喵去，会比玉英弟弟陪同喵喵去的效果要好。灵月公主说道。楚风小友，你真的已是龙纹界灵师？此刻倒是那无量仙人问道。回前辈，楚风的确已是。楚风说话之后，大袖一挥，只听的一声，一条小巧的金龙便自其袖跑飞掠而出。那金龙是结界之力所化，并且体内流动的乃是道道龙纹。楚风将它放出，就是想证明自己的身份。好，真是英雄出少年。楚风小友，你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无量仙人当众为楚风拍起手来，而见到这一幕后，精灵王国的元老以及护法们也都是眼前一亮，他们都有些动摇了，因为龙纹界灵师的确非同小可，至少他精灵王国一个也没有，而像楚风这样如此年轻的龙纹级黄袍界灵师更是惊为天人，5只圣土上也是第一次出现，这说明了楚风的某种天赋的确很不简单。尽管精灵王国高高在上，始终站在5只圣土的巅峰，可却也希望与强大的人类交好的，而楚风便具备这个潜力，真是笑话。区区一个人类，再怎么样也比不过远古精灵。不说别的，
他要是能够触发远古仙针，那我就让他去。仙玉音的父亲说道。若是远古仙针的话，怕是真的要让您失望了。因为楚风的确能够触发远古仙针，当日青木领域被触发的远古仙针就是楚风做的。林月公主说道。什么？那件事情是他做的？听得此话，远古精灵们看向楚风的目光都变得精彩起来。触发远古仙针非同小可，尤其是人类触发远古仙针，历史上更是唯有清玄天曾做到过。的确是楚风，当初我便在场，可以作证。仙喵喵说道。这一刻，殿内的众位远古精灵看向楚风的目光变得更加复杂起来，甚至就连殿外的护卫也是忍不住想要偷偷的瞄上楚风几眼，因为这实在是太非同小可了。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楚风会成为如同清玄天一样的强者，而清玄天对于精灵王国来说更是意义非凡。青木领域的远古仙针算什么？不过是最普通的银针罢了。我精灵王国内能够触发银色远古仙针的远古精灵，简直数不胜数。若是楚风能触发我精灵王国的金色远古仙针，那我便无异议。仙玉音的父亲说道。灵月公主，你先前说了楚风的好多优点，明里暗里的就是在说楚风强过我，对不对？既然如此，我就要用事实证明我和楚风到底谁更强。今日我就与他比拼触发金色远古仙针，看看到底谁触发的多。若是他能胜过我，那我便主动放弃此次前往是血杀阵的事。仙玉音说道。那可不行，你们若要比，可以比拼战力，可以比拼结界之术，可你现在居然挑了一个触发远古仙针。谁不知道远古仙针对于我远古精灵来说，想要触发很简单，可是对于人类来说却堪比登天。有史以来能够触发远古仙针的人类，在楚风之前也唯有清玄天可以做到。而清玄天是什么人？那可是当初五之圣土上最强的人。而我精灵王国内能够触发远古仙针的精灵那么多，可有几个能与清玄天比？仙喵喵大声说道。这一刻，哪怕众位远古精灵的大人物们也都沉默了。远古精灵能够触发仙针的很多，可是能与清玄天比的，怕是一个也没有。所以你能触发远古仙针根本不算什么，但楚风能够触发远古仙针就是非同小可。就算你能够触发9根金色远古仙针，但也比不上楚风触发1根银色远古仙针。仙喵喵继续说道。楚风，别躲在女人后面，我问你话呢，你到底是敢还是不敢？仙玉音被仙喵喵气得脸色发青，无奈之下只好质问楚风，愿意一试。楚风笑眯眯的说道，而他这个风轻云淡的模样，则与仙玉音那愤怒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一幕，寻常人也许并不在乎，可是在场的都是非寻常的人物，精灵国王、4大元老、几位护法以及无量仙人，经过这个小小的细节，也都是再度对楚风刮目相看。楚风，你根本不用与他比，这实在太不公平了。见楚风竟然要硬，仙喵喵赶忙劝道。楚风，这的确很不公平，更何况你无需与他比，也可以陪喵喵去。这件事情根本不是他说的算的，就连灵月公主也是劝道。可是我想证明自己，想让他无话可说。楚风微微一笑，随后又一脸认真的看向仙喵喵说道。相信我，我一定可以陪你去。听得此话，仙喵喵顿时小脸一僵，一时之间竟找不到再说服楚风的理由，于是他只能乖巧的点了点头。然而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幕，却被仙玉音看在了眼里。想想仙喵喵对他那不屑的态度，再看看仙喵喵在楚风面前竟乖得跟小猫一样，此刻他真的感觉自己张口说话都能喷出火来，简直就快要被气炸了。楚风，够胆的便随我来，今日我便要让你清楚你和我的差距。仙玉音对楚风大喝一声，随后便飞掠而出。见状，楚风也是紧随其后的飞掠而去。与此同时，仙喵喵与灵月公主也跟着楚风追了过去。这一刻，远古殿堂的其他人彼此互看一眼，最终也是纷纷化作流光飞掠而去。哪怕是这些大人物，也都不想错过这场好戏。楚风，仙玉音要与你比的可不是如青木领域的那种银色远古仙针，而是金色远古仙针。银针与金针的区别很大，首先触发方法相同，但是金针所在的远古仙池内压力绝非银针可比，而银针需要每年特定的日子才能触发，可金针随时都可以触发，并且可以多次触发。我们前往的远古仙池位于我精灵王国最中心，那里共有9根金色远古仙针，寻常的远古精灵连1根都触发不了，能够触发金针的都被列为天才行列，得到重点培养。我姐姐曾触发过4根远古仙针，而仙玉音曾触发过5根远古仙针。仙喵喵拿自己的姐姐与仙玉音做了对比，这个对比很实用，清楚地对比出了仙玉音的强横。但楚风却不以为然，而是对仙喵喵问道：那你呢？触发过几根？9根。灵月公主说道。9根。听得此话，楚风也是吃了一惊，的确是9根，比仙玉音多触发了足足4根，比我多触发了足足5根。当初我妹触发远古仙针的时候，连元老们都被惊呆了，因为她创造了9雷在天的奇异景象。灵月公主说道。9雷在天。楚风目露好奇的目光，就是9道雷霆冲天起，不是简单的照耀四方，而是仿佛具有生命一样，很是壮观。灵月公主道。没什么壮观的，还不如你当日触发远古仙针的时候壮观呢。仙喵喵说道。对了，楚风，听喵喵说你当初触发远古仙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异象，据喵喵说比9雷在天还要壮观，是真的吗？灵月公主也是好奇的问道。那异象是我突破时造成的。楚风说道。那这么说来就是真的了，那我还真想看一看你突破时会是什么样子。灵月公主一脸的期待。那我下次突破之前叫你观看。楚风笑着说道。一言为定。灵月公主说道。一定。楚风点了点头。我也要看。仙喵喵道。好好好，带你一起去看。灵月公主笑着说道。而在楚风等人赶路之时，仙玉音的父亲则是来到了仙玉音的身旁，将一颗特殊的药丸递给了仙玉音，悄悄地接过药丸。仙玉音面露不解之色，而仙玉音的父亲则是暗中传音道：当初你只差一点就
就可以触发6根远古仙针，所以我之前拜曾特意托爱才仙人帮你炼制这颗丹药，只要服下它，你一定可以触发6根金色远古仙针。这颗丹药可花费了爱才仙人足足3年的时间，如今他终于炼制成功，刚送到我手里，想不到这么快便派上了用场。多谢父亲。听得此话，仙玉音也是面色转喜，本身他对战胜楚风他就信心十足，不过有了这颗丹药，他便会拉大与楚风的差距，他将更被精灵王国所重视，而楚风将被人们所鄙视，楚风注定要成为他的垫脚石。经过一番赶路，楚风等人终于来到了那座远古仙池，五彩缤纷的水面上竖立着9根金色的柱子，直冲云霄，异常壮观。9根柱子排列有序，似是9个护卫守卫此处一般，而这便是金色远古仙针。楚风看好了。仙玉音对楚风说完此话，便直接掠入了远古仙池之中。他必须要第一个进入其中，因为当他触发了6根远古仙针之后，将会给楚风带来极大的压力，并且他觉得楚风根本无法触发金色远古仙针，就算能够触发，也最多一根而已。那个时候也将清晰地对比出楚风的无能。楚风，这里的9根远古仙针的确与青木领域的不同，你有几分把握触发成功？淡淡问道。我说9根你信吗？楚风说道。哈哈，我就是喜欢你这股自信的劲。淡淡说道。开玩笑的，这里的远古仙针的确很不简单，这也就导致此处的池水深处压力更强。就算现在的我早就今非昔比，也没有太大的把握触发9根远古仙针。不过既然来了，也只能奋力一搏了。若是真的能够触发9根的话，楚风此话没有说完，因为只是他的一种猜想。当初触发远古仙针之时，他也在远古仙针内得到了不小的收获，导致当场突破到5王境。而这里的金色远古仙针，假设也能带给楚风好处的话，那么这里的好处应该要比银色远古仙针好得多。楚风不奢望能够突破到5帝，但楚风却希望能够让自己的修为有所长进，至少为日后突破5帝做一些铺垫。而只要成为真正的5帝，楚风就可以去青木山就要了。在楚风思考之时，大多数人却不停地扫视着那9根远古仙针，因为他们知道仙玉音的话定能触发远古仙针，这只是时间与数量的问题。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其中一根金色远古仙针便开始绽放耀眼的光芒，只是这并非荧光，而是金光。与此同时，无数道符咒如同具有生命一般四下乱窜。这么快，这一刻就连楚风也是目光一闪，他没有想到仙玉音触发远古仙针的速度竟然会如此之快。而在此之后，一道刺耳的雷鸣也是自远古仙针的顶部爆发而出，使得整个虚空都是为之一颤。那声音实在是太刺耳了，不仅刺耳，简直震慑人心，几乎所有人都被那一声轰鸣所震慑到了。而就在那震动八方的雷鸣响起之后，一道耀眼的绿色雷电猛然自远古仙针的顶部雷电而出。那绿色雷电粗大无比，并且壮观不已，似是无数条雷电所化的巨龙，组成了千军万马，携带无可匹敌之势，征战四方，赋于天际。那密密麻麻的雷电形成了一道雷电大网，并且还在不断扩大，似要封锁天际一般，狂放霸道。此时此刻，所有人都能够自那绿色的雷霆之中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威势。而很快的，又是一声巨响，在另外一根远古仙针上也有一道雷霆冲向天际。当那道绿色的雷霆冲向天际之后，天际之上的雷霆巨网变得更为耀眼，气势也是更为磅礴。这一幕若被寻常人看到，定会惊讶不已。不过在场之人似是早就见过这种场面，尽管也是面带喜悦，可却没有太多震撼之感。在连续2根金针被触发之后，又有第3根、第4根、第5根金针连续被触发，速度可谓非常之快。这一刻，了解仙玉音的远古精灵都颇为满意的点了点头，因为仙玉音没有让他们失望，但他们也知道5根远古仙针也已是仙玉音能触发的极限。快看，又有一根仙针亮了！忽然，爱才仙人指着另外一根远古仙针惊呼一声。见状，人们都是将目光投了过去，而这一看，几乎在场的所有远古精灵都是眼前一亮，面露吃惊之容。第6根远古仙针被触发了，仙玉音打破了自己以往的最好记录，而这个记录也是当今精灵王国的国王所达到的最好记录。这一刻，远古精灵的元老与护法们都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精灵国王，就好像在预示着未来的仙玉音修为也将达到国王的高度一样。该死，这个家伙怎么？然而，在大部分远古精灵都为此而高兴之际，仙喵喵与仙灵月两姐妹可就柳眉微皱，面露不安。其实，仙玉音能触发多少根远古仙针，平日里她们两姐妹都不在乎，但是今日不同，仙玉音可是在与楚风比拼，看谁触发的远古仙针多呀。这种时候，仙玉音竟然有所长进，触发了6根远古仙针，这对楚风来说是极为不妙的，这叫这两姐妹怎能安心？然而大局已定，仙玉音的确触发了6根远古仙针，这是他们也无法改变的事实。漫天的绿色雷霆还未散去，仙玉音便自远古仙池之中飞掠而出，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玉音，你真是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啊！此刻，莫说几位护法，就连4位元老也是亲自迎了上去，触发6根远古仙针，这侧面的表明了仙玉音的天赋比他们预期的还要强，这叫他们怎能不喜？面对众位的夸奖，仙玉音脸上的笑意更为浓郁，不由看向楚风，说道：“楚风，该你了。不过，我劝你别逞强，千万别死在里面。你死了倒是无所谓，只是怕脏了我远古仙池的水，怕是要让你失望了。”楚风微微一笑，并没有因为仙玉音的挑衅而有丝毫的动气。见楚风竟如此淡定，仙玉音的眼中则是涌现出了一抹怒容，因为楚风这个样子会让他觉得楚风从始至终都未将他放在眼中，这种感觉让他极为不爽。而楚风此刻倒也并未急着入水，
而是等着天上的雷霆消散。那散发雷霆的远古仙针恢复到正常模样后，楚风才身形一跃，进入了远古仙池之中。见楚风入水，仙喵喵与仙灵月两姐妹的两张小脸都是露出了紧张的神情。楚风入水之后速度极快，便似一条水龙一般，急速向远古仙池深处掠去。而随着楚风的不断深入，那股强大的压力也是不断的压迫而来。不过好在一路走来，楚风还都顶得住。然而忽然之间，楚风却是忽然止住下游的动作，而是将目光投向不远处，那里有一种奇异的生物。那生物不过萤火虫大小，但却是全透明状，无色无味，甚至没有丝毫的气息。若不是天眼之下，恐怕楚风也未必能看到这东西。这种生物，楚风之前在青木领域的远古仙池内也曾见过。这是一种修炼资源。出于好奇心，楚风一把抓过了那个生物，将其握碎之后，便化作一股天地能量，自楚风的掌心钻入，最终进入楚风的丹田之内。这股能量竟如此浓郁，而这一握不要紧，楚风顿时面露喜色。这个生物虽然与青木领域的生物一模一样，可是蕴含的天地能量却是天差的别。而仔细观望，楚风又在不远处发现了3个这种奇异生物，抓在手中之后，竟同样获得了极为浓郁的天地能量。看来我还真是要不虚此行了。这一刻，哪怕是楚风也是变得狂喜无比。虽然这生物单个蕴含的能量对楚风来说仍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是此处似乎有着许多这种奇异生物，若是全部能够被楚风抓住且炼化的话，那定是一个不小的收获。就算突破到5地，也并非没有可能。想到此处，楚风并未继续深入，而是四面游走，围绕着9根远古仙针逐渐深入，开始仔细地搜查那些奇异生物。楚风要将这座远古仙池内的奇异生物一网打尽，全部炼化。楚风以天罗地网的形式，在远古仙池深处仔细地搜罗着那奇异生物，他是准备将其一网打尽，一个也不放过的。反正就算留着，远古精灵也捕捉不到，摆在那里实在浪费，还不如楚风收了。不过这样的举动却耗费了极长的时间。如果说仙玉音只是短短1个时辰就已经触发了6根远古仙针，那么现在距离楚风入水已经足足过去了8个时辰，却还是没有任何动静。眼下天色早就已黑，并且步入了深夜。虽然夜空漫天，可远古仙池那五光十色的光华不但不减，反而更盛。可是当那光华映射到仙喵喵的脸上，照出的却是满满的担忧与不安。这么久了，楚风不会是死在里面了吧？都告诉他不要逞能了，他就是不听。他要是死在里面，可怕是要脏了我远古仙池的水啊！仙玉音在一旁讽刺地说着。而听到他这样的话，仙喵喵虽然倍感愤怒，可是他此刻更多的却是对楚风的担心。想到此处，他竟娇躯一纵，想要进入远古仙池寻找楚风。喵喵，你这是要做什么？然而仙喵喵还未靠近远古仙池，一道身影便拦在了他的身前，挡住了他的去路。是仙玉音的父亲，让我过去，我不能让楚风出事。仙喵喵冷声说道。这怕是不行，比拼是楚风自己答应的，哪怕是你也无权插手。再者说了，你不是对他信心十足吗？怎么现在又怕他出事呢？放心吧，楚风毕竟触发过远古仙针，他是不会出事的。仙玉音的父亲笑眯眯地说道，那个样子极为可恨。父王，此刻仙喵喵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父亲精灵国王。喵喵，再等等也无妨。精灵国王说道。可是仙喵喵很不甘心，可是其父亲都开口了，他最终也只能选择听从。怎么了，喵喵？你不是对那楚风很有信心吗？怎么现在心虚了？仙玉音来到仙喵喵近前，以颇为讽刺的语气说道。仙玉音，你只是触发了6根远古仙针而已，不必如此得意吧？仙喵喵冷声说道。6根远古仙针与喵喵你比，自然是很差很差，可是若与楚风比，怕是会把楚风比的一文不值。仙玉音得意地说道。真是自大。仙喵喵狠狠地瞥了仙玉音一眼，眼中尽是厌恶。哈哈，这究竟是自大还是自信？喵喵，你会清楚的。仙玉音继续笑道。而仙喵喵这一次连看他都没有看他，完全就无视了他。可是仙玉音却也不生气，自觉胜券在握的他反而挑衅道。喵喵，你是不是觉得那楚风就算与我比拼触发远古仙针也会胜过我？这是自然。仙喵喵说道。仙玉音呵呵一笑，随后说道。既然如此，你我打个赌如何？仙喵喵没有理会仙玉音，可是仙玉音依旧自顾自地说道。我与楚风比拼触发远古仙针是他自己同意的，我想他也是有一定的自信吧。我知道你一直反感我，这样吧，你我就赌这一次，你我把所有筹码都放在楚风身上，若是楚风这次能胜我，我以后再也不缠着你，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不过若是此次楚风败给我，那你此次前往是血杀阵，就一定要我陪你去，你可敢赌吗？仙喵喵瞥了一眼仙玉音，但却只是狠狠地瞥了一眼，他依旧没有回答。他此刻担心的乃是楚风的安危，没心情与这个无耻的家伙废话。喵喵，若是你答应与我赌，咱们可限1个时辰，若是1个时辰之后楚风还未触发远古仙针，就算他输，我亲自进入其中将他带出来，以免他死在其中。仙玉音似是知道仙喵喵想的是什么，竟以楚风的安危做条件。不用你去，我去。仙喵喵说道。这么说来，你是答应与我赌了？仙玉音说道。仙喵喵很是不甘，可最终却是点了点头。他之所以赌，为的不是让仙玉音远离自己，他只是想在1个时辰之后能够进入远古仙池，将楚风带出来。他不想楚风为了帮自己而出事。仙玉音与仙喵喵所说的话，灵月公主都看在眼中，可她没有阻拦，因为她也很担心楚风。现在胜负已经无所谓，她只希望楚风能够安然的出来。而在仙喵喵应下之后，仙玉音的嘴角则是掀起了一抹极为得意的弧度。在他看来，楚风是输定了，而自己也赢得了与仙喵喵独处的机会。只要有了与仙喵喵独处的机会，那么他便可以用尽手段让仙喵喵倾心于他。关键时刻，他不介意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
看来人类就是人类，哪怕是楚风，也根本无法触发这金色远古仙针呢。虽然我也承认楚风小友天资卓越，可他的确有些自负，这一点可不太好啊。此刻，爱才仙人开口了，表面是夸楚风，可实则勾句都在嘲讽着楚风的狂妄自大。看来胜负已定。与此同时，精灵王国的众位也都是觉得楚风无法触发金色远古仙针。虽然早就知道楚风要败给仙玉音，可是在内心深处，他们多少对楚风还都是有一点点期待的。而眼下这个结局，多少让他们感到有些失望。然而就在这时，一根远古仙针竟绽放出了耀眼的金色光芒。你们快看，楚风成功了！灵月公主最先注意到了这一幕，不由惊呼起来。而下一刻，一道金色的雷霆便自远古仙针之中飞射而出，似是金色蛟龙，以君临天下之势冲过了云霄。冲过云霄之后，又是一声巨响，随后那金色雷霆便化作金色的雷霆大军，宛如千军万马一般，掠向四面八方。这是要攻占天空，将那漆黑的夜空化为了耀眼的金色。见到这一幕，仙玉音父子俩以及爱才仙人顿时眉头紧皱，他们最不想见到的一幕竟然发生了。楚风竟然成功了，他成功了，他触发了金色远古仙针，耶！而此刻，仙喵喵更是高兴的又蹦又跳，在空中不断欢呼。就连精灵国王、四大元老以及几位护法，还有其他远古精灵的强者，嘴角也都掀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在他们看来，胜负已经无所谓了，楚风只要能够触发金色远古仙针，就已经证明连他的强大。毕竟他只是一个人类，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有人类触发了远古仙针？而事实上，当那金色雷霆封锁天际之际，精灵王国内的所有远古精灵都看到了这一壮观的异象。而凡是见到这金色雷霆者，无一不是面色大变，满面吃惊，因为他们都知道，金色雷霆代表的是人族，是人类，触发了他精灵王国的金色远古仙针。楚风，你太棒了，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仙喵喵依旧又蹦又跳，大喊大叫，整个人兴奋的不得了。虽然远古仙针被触发，他很开心，可他更开心的却是因为他知道楚风如今安然无恙。然而仙喵喵那高兴的样子却被仙玉音看在眼里，放在心中。他站在那里没有说话，可浑身上下也能散发出浓浓的醋意。至于吗？极度郁闷之下，仙玉音小声嘀咕了一声：仙玉音，楚风已经触发了远古仙针，你还有何话要说？仙喵喵则是得意的对仙玉音说道：只是一根远古仙针罢了，这能说明什么？难道你觉得楚风能够触发7根远古仙针，超越我？我告诉你，他不用触发7根远古仙针，只要他能够触发6根，得到与我一样的成绩，我就算他赢。仙玉音得意的说道。然而仙玉音此话刚落，下方便连续有5根远古仙针散发出了耀眼的金光，又有5根远古仙针被触发了。楚风一口气又触发了5根远古仙针，而算上先前的那一根，刚好是6根，与仙玉音所触发的远古仙针数量相同。什么？这怎么可能？这一刻，仙玉音傻眼了，他多希望眼前的一切是假的。然而下一刻，足足5道金色的雷霆便纷纷冲天而起，与天际之上的雷霆大军交融在了一起。一时之间，惊雷更盛，横扫天际之时，大有无可匹敌之势。楚风他竟然触发了6根远古仙针，与玉音一样。此刻，莫说旁人，就连远古仙池的众位大人物们也都是目瞪口呆，被眼前一幕惊呆了。然而这却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当足足6根远古仙针被触发之后，第7根、第8根远古仙针竟也接连被触发。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仙玉音目光闪烁，面如死灰，根本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一个人类竟然触发了8根远古仙针，这绝对是不敢想象的事情。而这一刻，就连仙喵喵与灵月公主也都愣在了那里，激动的娇躯都在颤动，呼吸都变得急促，当真是整个人都被惊呆了。足足8根远古仙针，这实在是太惊人了！就算是远古精灵触发这么多根，也足以令整个精灵王国反为之沸腾，更何况是一个人类做到的，只差1根了。楚风会不会触发9根远古仙针，再现9雷在天之景象？激动之余，灵月公主说道：“9根远古仙针，会吗？”仙喵喵的眼中也是露出了浓郁的期待之色。会吗？一个简单的句子，此刻却成了在场所有人心中的问号。一个人类真的能够触发9雷在天的异象？虽然这很不可思议，可是如精灵国王、4大元老、几位护法，包括人族的无量仙人，此刻都如仙喵喵一样，眼中都涌现出了一抹浓郁的期待之色。尽管知道若是发生，那会很不可思议，甚至那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他们却都希望发生，他们都希望见证一个奇迹。所以此时此刻，人们没有将目光投向那惊雷密布、威势通天的夜空，而是全部锁定在了那最后一根远古仙针之上。他们想要见证奇迹是否会发生。而就在这一刻，那根远古仙针之上不仅绽放起了耀眼的光芒，更是有着一道惊雷冲天起。此雷掠入高空，与那漫天惊雷交融之后，那漫天的惊雷都乱套了。先前他们像是得到了命令的千军万马，在天际之上耀武扬威，展现他们的强大。可是此刻，他们就仿佛具有了生命一般，竟然分成了9道巨大的金色雷霆占据于上空，一眼望去无边无际，绝对大到无法形容。可他们不是简单的9道雷霆，更像是9只具有生命的雷霆巨兽，霸气非凡。9雷在天，是9雷在天。楚风真的触发了9根远古仙针，展现出了9雷在天的异象。此刻，仙喵喵激动的连声音都在抖动，就连当初他触发9雷在天之时，他也没有这样激动过。不，这是假的，这绝对是假的。而此刻，仙玉音已经彻底懵逼了，不仅是他，就连他的父亲都傻眼了。一个人类怎么可以做到这一步？他真的是人类吗？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声怒吼自远古仙池传来，
那个声音响起之际，整个天地都是剧烈一颤，竟胜过了漫天惊雷的雷鸣之音。什么声音？此刻，人们都将目光投向了远古仙池，他们都听到了那惊世骇俗的一声怒吼。就在下一刻，那怒吼再度响起，这一次不只是一声，而是连续7道怒吼一同响起。当那怒吼响起的同时，7指雷芒闪烁的雷霆巨兽也是冲天起，来到了云霄之上。那是什么？看到那7指雷霆巨兽之后，就连诸位远古精灵的大人物们也都是慌了。身为绝世强者，他们都有着异于常人的感应力，而此时此刻，他们却在那7只雷霆巨兽身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此时此刻，莫说旁人，就连精灵国王也是眉头微微皱起。在这7只雷霆巨兽的面前，他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这种感觉2个字便可形容：渺小。连堂堂精灵国王，被誉为5只圣土最强者的精灵国王，在这7只雷霆巨兽的身上都感受到了如此压迫感，那常人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什么？这种异象从未见过，那似乎不是远古仙真内发出的，而是自远古仙池钻出来的。一时之间，惊叹之声响彻不断。最重要的是，这些惊叹之音可是从这些绝顶强者的口中传出来的。异象，这是楚风引发的异象。仙喵喵说道。什么？喵喵，你说什么？你说这就是楚风造成的异象？灵月公主也是吃惊无比，她也被那异象而震撼到了，但却没有想到那会与楚风有关。的确是，这与当初在青木领域时发生的很像，不过比那个时候还要骇人。仙喵喵说道。喵喵，你胡说什么？这异象已经盖过了九雷在天，怎么可能是那楚风引发的？仙玉音大声呵斥道。此刻他的态度很是紧张，因为他害怕这真的是楚风引发的，所以他必须否定楚风的一切，否则这实在是太过震撼了。此事若传出去，怕是5只圣土再没有一个小辈能够在天赋上压制楚风，哪怕仙喵喵也是不行。楚风，真是楚风吗？然而在仙玉音否定的时候，其他人却开始联想起了楚风。他们都有曾听闻4大地族之所以针对楚风，就是因为看到楚风引发的天地异象而感到害怕，所以才对付楚风的。这样推算的话，此刻如此壮观，甚至另一干强者都感到可怕的异象，真的很可能是楚风引发的。不，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仙玉音连连摇头，他不想承认这一点，他不敢承认这一点。与此同时，仙玉音的父亲也是紧紧地握紧了拳头，满头大汗，简直就是汗如雨下，紧张到了极点。他与其儿子一样，同样不希望眼前发生的一切与楚风有关。而就在此刻，那远古仙池的水面上忽然水浪滔天，冲天起，色彩缤纷的浪花如水龙一般直射到半空之上，最终一道身影醉水龙之中突破而出，站在了半空之中。众人眼前，此人长发披肩，目光明亮，不是别人，正是楚风。只是此时此刻，人们再度看到楚风，皆是神情一变，因为此刻的楚风与之先前已是完全不同。天际之上，7只颜色各异的雷霆巨兽正在奔腾，气势凶猛，简直无与伦比。在那7只雷霆巨兽的面前，就连封锁天际的9道惊雷也是甘拜下风。但是人们此刻却已然无心去看那恐怖的雷霆巨兽，他们都在注视着楚风。这一刻，他们有一种错觉，那踏空而立站在半空的年轻人，仿佛才是这天地间唯一的主宰，哪怕那凶猛而强悍的雷霆巨兽也只是在衬托着他而已。忽然，那天际之上的7只雷霆巨兽竟纷纷再度怒吼一声，随后便自天际之上飞掠而下，向人们飞掠而来。见到这一幕，哪怕远古精灵的元老们也是面色一惊，赶忙身形一跃，向远方飞去。与此同时，还带走了仙喵喵与灵月公主等小辈。见状，远古精灵的其他人以及无量仙人和爱才仙人也都是赶忙逃离。那雷霆巨兽太恐怖了，虽然无法确定那是否是实体，可单单是那股气息便令人快要窒息。他们都不想冒险与那雷霆巨兽正面对抗，因为他们也怕死。此时此刻，便唯有2个人还站在那里，那便是楚风与精灵国王。精灵王国没有走，他似乎想要亲身感受一下这雷霆巨兽究竟有多恐怖。至于楚风，他自然不会走，因为那雷霆巨兽就是来自他的体内，那是他的血脉之力。本随着阵阵响彻天地的巨吼，7只雷霆巨兽已然飞落而下，不过他们并没有立刻掠入楚风的体内，仿佛是有意要彰显自己的威势一般，竟围绕着楚风奔跑起来。这一幕就好像是那强大到无法估量的雷霆巨兽本就是楚风的护卫一般，在守护着楚风，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再强大却也只是楚风的。而这一幕当真是看得人们惊叹不已，甚至已然无法形容那种心情。终于，7只雷霆巨兽化作7道雷霆掠入了楚风的体内，而这一刻，楚风的气息也是从9品半地提升到了1品5地。楚风突破了，成为了一名真正的5地。既然突破了，莫非那恐怖的雷霆真的是楚风的血脉之力？亲眼看到楚风突破，人们的神情又是一变。然而面对众人那惊讶的表情，楚风的嘴角却掀起了一抹淡淡的微笑，因为他知道他此刻得到的收获可绝非只是突破1品修为这么简单。虽然楚风没有得到如雷霆铠甲和雷霆羽翼这种可以提升修为的特殊能力，可是他的战力却再度得到了提升。如今的楚风拥有了超越仙喵喵的战力，乃是逆战5品。凭借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楚风的修为可以达到3品5地。虽然在5地境，他的逆天战力将大打折扣，毕竟每个5地都拥有逆战3品战力，所以也就等于他将被抵消3品战力。可哪怕如此，楚风依旧还有逆战2品的战力存在，而这可是其他5地所没有的优势。也就是说，如今的楚风能与5品5地一战，准确的说，6品5地以下，怕是少有人是楚风的对手。莫说是遇到4大地族的太上长老，
就算是再遇到西门拜渊，楚风也是不惧。如今的楚风已经真正的站在了5只圣土巅峰强者的位置上，而他还只是一个小辈。楚风，你可真是太棒了，简直刁炸天啊！仙喵喵最先跑到楚风身前，抓住楚风的衣服，那张小脸笑的那叫一个美，就好像此刻突破的不是楚风，而是他一样。楚风，你引发的异象实在太惊人了，你真的拥有特殊的血脉之力，比地级血脉还要厉害。难道你不是人，是妖兽吗？可是5只圣土的妖兽也不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血脉之力啊！与此同时，林月公主也是跑了过去，同样惊喜万分。如果说仙喵喵一开始就对楚风寄以厚望，那么仙灵月对楚风才是真正的刮目相看。而事实上，此刻对楚风刮目相看的可绝对不止仙灵月一位，眼下就连远古精灵的一些护法强者也是来到楚风近前，放下那高高在上的身份，主动与楚风打起招呼来，并且语气之友善，简直超乎想象。哪怕无量仙人这位与练兵仙人齐名的强者也是凑了过去。而随着楚风修为的提升，他的感应力也得到了一些提升，就连天眼也变得更为敏锐，所以他已经可以感受到无量仙人的修为。6品5帝这位的修为竟与南宫龙剑一样强横，而远古精灵的护法，他们身上似乎都有至宝，所以哪怕楚风结界之力再强，也看不穿他们的修为。不过楚风估计他们的修为应该也是在6品5帝左右，但哪怕如此，这已是极高的修为。由此楚风可以推断出，远古精灵的元老修为恐怕比护法还要恐怖，至于精灵国王，怕是还要更强。然而就在此刻，又有数道身影自四面八方飞掠而来，全部都是远古精灵的强者。拜见国王陛下，拜见4位元老大人，拜见几位护法大人。靠近之后，他们又纷纷半跪于半空之上，施以大礼。原来他们是看到那7只雷霆巨兽竟然盖过了9雷在天的异象，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便纷纷来此一探究竟。没想到这么多大人物都在，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了。但由此却可以看出，楚风此次当众突破，可谓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甚至是惊动了整个精灵王国这个5只圣土的排名第1的庞然大物。但这就是楚风想要做的。精灵王国内有人喜欢他，有人反感他，但至少最强的精灵国王对他没有敌意，这让楚风觉得精灵国王是位民主，而民主应该具备明白弄是非的能力。所以楚风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若是借此展现自己的实力，定会让精灵国王对他刮目相看，甚至是青睐有加。想当初南宫地族看到楚风的潜力，是楚风为危险极力的想要铲除楚风，这说明南宫北斗不是明智之主，因为若是明主，不但不会铲除楚风，反而还会与楚风结交才对。而楚风想要的就是让精灵王国与他结交，至少建立一个不错的关系。如今楚风虽然已然很强，但在整个5只圣土来说还不是最强，他需要精灵王国这棵超级大树庇护，就算不庇护他，起码也不与他为敌才是。而眼下看到精灵王国内诸多大人物的反应，楚风知道自己成功了。他这似是赌博一样的举动，的确是赌赢了。如今精灵王国的很多人对楚风都刮目相看，尤其是精灵国王，楚风从他的目光中可以感受到欣赏的目光。当然了，也有个别的除外，比如仙玉音与其父亲。楚风知道今日之后，他恐怕要成为仙玉音与其父亲的眼中钉了。可那又如何？连国王都青睐于他了，难道他会怕一个区区护法？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让楚风小友回去休息吧。见众人围着楚风说了不停，精灵国王亲自开口替楚风解围。对，触发9根远古仙针可是非常累的，你回去好好休息吧。仙喵喵说道。喵喵说的没错，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见状，其他人也是纷纷附和。虽然嘴上是说让楚风好好休息，可是明明都是一副舍不得楚风走的样子，亲眼见证奇迹发生，他们也都很是激动。这种情绪若不抒发出来，怕是今夜都要失眠的。一个人类而已，至于吗？此刻仙玉音很是不爽的嘀咕了一句，在场的都非等闲之辈，感应力都是极强。仙玉音这句话一出，所有人都听到了。听到这句话，那些围在楚风周围的人神色皆是一变，不由自主地瞥了仙玉音一眼。他们大多数都是仙玉音的前辈，甚至是与其父亲一个级别的存在。仙玉音居然这么说话，着实让他们不爽。不过不爽归不爽，他们也没有找仙玉音理论，毕竟仙玉音是个小辈，若是当着精灵国王的面与仙玉音当众理论，那样有失他们的身份。然而他们虽然不方便说话，楚风可就无所顾忌，毕竟他也是小辈。所以楚风此刻看着仙玉音，笑着问道：仙玉音，请问一句，你我的这场比拼是我赢了吗？听得此话，仙玉音顿时脸色发黑，他没有回答楚风，而是大袖一挥，便飞掠而去。他走了，准确的来说更像是逃了，因为他今夜可谓丢尽了颜面，被楚风比得一文不值。这种时候连他也不好意思继续与楚风叫嚣，这孩子真是被我惯坏了。而见仙玉音转身就走，连招呼都不打，仙玉音的父亲也是面露难堪之色。虽然此刻他也很是愤怒与不甘，但却知道这种时候若是将这种愤怒与不甘表现出来，会很丢人，有失身份。而仙玉音已经沉不住气了，他就不能再沉不住气，所以他强挤出一抹笑容，对楚风说道：还望楚风小友不要介意啊。无妨，我只是想知道，我与仙玉音的比拼是我赢了吗？楚风再度问道。这一刻精灵王国的人们也都是微微一笑，却没有说话。其实胜负已分，哪怕楚风也心知肚明，而楚风这样做就是有意要让仙玉音和其父亲难堪了。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可却没有人帮仙玉音的父亲说话，似乎有意想要让他们难堪一样。眼见着自己的族人都不帮自己，反而将心中的天平倾斜于楚风后，仙玉音的父亲心中也是难受的很，尽管很是不想承认，可他最终只能咬咬牙，再度强挤出一抹微笑，说道：楚风小友，精彩绝艳，
犬子不如你，既然是楚风胜了，那就麻烦叔叔转告仙玉音一声。此刻，仙喵喵忽然开口，转告什么？仙玉音的父亲不解地问道，叫他以后不要再缠着我。仙喵喵说道。听得此话，仙玉音的父亲嘴角一阵抽搐，任凭他耐力再好，可此刻也是有些忍不住了。他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随后便转身离去。然而，面对仙玉音父亲这落魄的样子，哪怕精灵王国的精灵们也都没有人同情，反而有人发出冷笑。毕竟他们与楚风无冤无仇，可上来就刁难楚风，还是仙玉音主动提出比拼的，所以他们今日不过是咎由自取罢了。此事过后，楚风回到了暂时的住所。当然了，仙喵喵与灵月公主也是陪着楚风去了。她们两姐妹可不打算这么快放过楚风，还要深问一番。而在仙玉音与其父亲的住处内，却有一个不速之客来访。此人乃是爱才仙人。爱才仙人，你来此事有何事？若非要事，恕我就不留你了。此刻，仙玉音的父亲状态很是不好，今日他真是郁闷坏了。他郁闷的不仅是他的儿子败给了楚风，而是楚风展现的天赋太过惊人，就连精灵国王对楚风都是青睐有加，而仙喵喵对楚风似乎又很有好感。在他看来，这种情非常不妙。假如楚风日后成长起来，真的成为一代帝王，那么精灵国王就算将仙喵喵嫁给楚风，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个时候，他与其儿子的计划也就泡汤了。所以眼下他们父子两个烦都烦不过来，哪有机会搭理爱才仙人？看着仙玉音父子俩那郁闷的样子，爱才仙人则是微微一笑，说道：“爱才来此，乃是为大人与少爷分忧的。分忧？你能分什么忧？”仙玉音的父亲轻笑一声，尽显不屑。虽然爱才仙人在整个五之圣土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可在他眼中却不算什么。我知道大人与少爷烦心的是楚风。爱才仙人说道。那又如何？仙玉音的父亲问道。楚风本就天赋异禀，短时间内从武王成长到了武帝，成长速度之惊人，简直是史无前例。今日之事若是传出去，怕是所有人都会觉得能成为这个时代帝王的非楚风莫属。爱才仙人说道。你说这些皆是废话。仙玉音的父亲越听心越堵，不由得露出了一丝怒容。大人别急，我有一个办法可挫楚风的锐气。爱才仙人说道。听得此话，仙玉音的父亲才神情一动，半信半疑的说道。说来听听。是雪铠甲已经做好了，本来我师兄是准备今日在远古殿堂亲手交给喵喵公主与玉音少爷的，不过因为楚风的出现，所以耽搁了。我师兄因有要事要办，所以已经离开了。而那是血铠甲，现在在我的手中。明日我需要交给楚风与喵喵公主，但是正因我师兄不在，我便可以在嗜血铠甲上稍微动些手脚，然后明日以量身定做为由，让楚风无法穿戴嗜血铠甲。这样一来，楚风也就无法与喵喵公主一同去嗜血沙阵了，只能喵喵公主自己去。不过我想，嗜血沙阵那么危险，就算是精灵国王也不会放心让喵喵公主独自前去的，所以那个时候还是要玉音少爷陪喵喵公主去。爱才仙人说道。听得爱才仙人的话后，仙玉音父子俩顿时都来了精神。不过其父仍有顾虑，说道：楚风也是龙纹级黄袍界灵师，怕是会看破你的伎俩。就算看破又如何？只要其他人看不破，他就拿我没有办法。再者说了，若是比拼武力，我如今也许不如他，可若是比拼结界之术，那楚风可绝对不是我的对手。他若敢当众质疑我，我就会当众要求与他比拼结界之术，让他当众出糗。爱才仙人说道。哈哈，妙，真是妙计。这一刻，仙玉音的父亲猛然站起身来，拍手叫好。自今叶楚风触发第一根远古仙针开始，竟是烦心之事。而现在，他总算得到了一件好消息，也许他连答应与我比拼结界之术的勇气都没有。爱才仙人的嘴角掀起了一抹阴冷的微笑。为何？仙玉音父子俩几乎一同问道。因为他若是敢应战，我便与其赌命，以命为赌注。他敢吗？爱才仙人说道。赌命。听得这两个字，仙玉音与其父亲也皆是神色一变，随后其父更是追问道：爱才，你就这么有把握可胜楚风吗？我说了，若是比武力，我如今也许不如楚风，可若是比拼结界之术，楚风定然不如我。爱才仙人很是自信的道。爱才仙人，你如此帮我们，不知你是想要怎样的好处？仙玉音知道爱才从不做亏本的买卖。少爷，我虽爱才，可却取之有道。今日我想的好处很简单，就是想要站在大人与少爷的这棵大树下，日后好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爱才仙人施礼说道。听得此话，仙玉音满面不解。爱才仙人极为贪财，这是五之圣土谁都知道的事情，今日他竟然要无条件的帮助自己，他真是不明白爱才仙人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好，难得你有这种觉悟，无论明日如何，但你我从今以后便与我父子二人同坐一条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此刻，仙玉音的父亲则是爽快应下，这是我父亲送我的传家宝，为了显示与你合作的诚意，我将这个玉佩送给你。随后，仙玉音的父亲更是拿出一个玉佩，递给了爱才仙人。见到这个玉佩，仙玉音又是神色一动。这玉佩虽然不是什么无价之宝，可却意义非凡，那的确是其爷爷传给其父亲的。多谢大人，爱才定然不会让您失望。大人与少爷，明日只需等着看好戏便是。爱才仙人收下玉佩，便转身离去。父亲，我不明白，爱才仙人向来视财如命，今日主动来帮我们，居然没有趁火打劫，这不是他的行事风格啊。仙玉音不解地问道。玉音啊，这你都不懂吗？楚风与爱才仙人之仇不共戴天，如今楚风大有崛起之势，爱才仙人自然很是不安，可以说他比任何人都着急和害怕。因为楚风若是崛起，他的下场必然是死路一条。比起我们父子俩，他现在才是真正的岌岌可危，所以准确来说，他不是在帮我们，而是在帮他自己。仙玉音的父亲说道。原来是这样，孩儿明白了。这一刻，仙玉音恍然大悟，
随后眼中涌现出一抹极为阴冷的目光，暗道：楚风，我看你明日还能否得意得起来。他对明日之事很是自信。楚风天赋再好，可毕竟还只是小辈，就算楚风是龙纹界灵师，可在仙玉音来看，他绝对不是爱才仙人的对手。因为结界之术与修武之法最大的不同，结界之术各种复杂的阵法需要很多时间去钻研，也就是说，结界之术比修武还要复杂。楚风年纪如此小，资历自然远不如爱才仙人这个老怪物。次日，楚风等人再度来到了神圣殿堂之中，只不过这一次，不但没有人敢再斥责楚风，反而纷纷主动与楚风交谈，笑脸迎然，那叫一个和善。甚至就连高矮胖瘦、身份超然的4位元老，竟也主动的与楚风笑着点了点头，尽管没有说话，可却也表明了他们对楚风的认可。不过，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仙玉音父子俩竟也再度来到了神圣殿堂之内，这让远古精灵们很是诧异。以仙玉音父子俩的气度，应该不可能再来才是，莫非他们赚了星星？几位大人物们也只能这样想了，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想不到其他能让这对父子俩放下尊严来到此处的原因。国王陛下，我师兄他昨夜因有急事要做，所以在昨夜便离开了。当众人到齐后，爱才仙人上前行礼道：此事我知道了，我想无量仙人也曾跟爱才仙人你委托一些事，现在就是你该做事的时候了。精灵国王说道：国王陛下，其实爱才今日想说的就是这件事。爱才仙人说道：爱才仙人，莫非有何不妥吗？精灵国王何其聪明，从爱才仙人说话的语气便判断出了事情不对，回禀国王陛下，当初我与师兄制作嗜血铠甲的时候，就是以喵喵公主与玉音少爷为主，为他们两个量身打造的。而现在喵喵公主要与楚风一同前去嗜血杀阵，怕是不行，因为那是血铠甲，只能由玉音少爷穿戴，楚风穿戴不了。爱才仙人说道：什么？竟然还有这种事情？怎么没听无量仙人说过啊？此话一出，许多人议论纷纷，表示怀疑你撒谎。而仙喵喵更是当场斥责起爱才仙人，一脸的不相信，此事千真万确，爱才没有那个胆量欺骗众位大人。若是众位大人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拿出是血铠甲，让楚风小友亲自看一看。楚风小友也是龙纹级黄袍界灵师，相信他能看得出来。爱才仙人说道：可以试试。楚风从容的点了点头。其实当他看到仙玉音来了后，他就已经意识到了今日要发生的事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今日他们再度聚集于此，是因为要楚风与仙喵喵要接受是血铠甲。按理来说，仙玉音不可能愿意亲眼来见证这一幕，寻常人都不肯，又何况是他这种小肚鸡肠的人。而他不仅来了，反而脸上没有太多的怒意与不爽，就仿佛昨日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甚至看向楚风的目光还有一点点的幸灾乐祸。楚风知道他们是有备而来，并且他也猜到会是与爱才仙人有关，毕竟爱才仙人本就与他是死敌，所以爱才仙人与仙玉音父子联手乃是合情合理。而楚风现在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的计划，让他们的美梦成空。楚风小友，请看。爱才仙人将2件是血铠甲取了出来，这2件是血铠甲的确很是特殊，是由暗红色的虫子打造而成。那虫子每个体积相等，皆是半个手指大小，椭圆状，准确来说很像是盖盖虫和盔甲虫。这些虫子虽然已经被打造成了铠甲，可却皆是活着的。而楚风也能够感受到，这是血铠甲的确与众不同，很是特殊。